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咸阳，这里呢是乾县乾陵附近。今天我们是来看一座陵墓，是乾陵的17座陪葬墓之一。这一座墓啊比较特殊，它是叫做号墓为陵。在中国封建史上，这样形式的陵墓呢只有2座，都是在唐朝。主人呢就是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。远处那里就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所在地。右边那一座山峰是乾陵的主峰梁山，地宫就在那座山里面。乾陵呢，之前我们也去过好多次，也介绍过了。你像在这远处看的话，乾陵它就像一个睡美人躺在大地上面。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说乾陵的选址风水是有利于女人，从而说武则天后面能够登基为帝，跟这座乾陵也有一点关系。当然，这都是传说啊。不过这一座乾陵的山体构造确实挺独特的。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乾陵的陪葬墓永泰公主墓，离乾陵大概就几公里的距离。我们看汉朝、唐朝、宋朝的一些皇帝陵墓的时候，发现它周边有很多陪葬墓。最典型的是汉高祖刘邦、汉武帝以及唐太宗李世民，还有就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。陪葬墓呢有17座，这个不算最多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陪葬墓最多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。按照现在考证算起来，陪葬墓应该是有190多座。这一座永泰公主墓是乾陵陪葬墓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座，主人是唐中宗李显的第7个女儿，叫做李仙惠，也是武则天的亲孙女。她是公元685年出生。作为李唐的公主，她是幸运的，也是悲惨的。幸运的就是她父亲是皇帝，她爷爷是皇帝，她奶奶也是皇帝，地位呢非常高。那不幸的就是，正因为她是公主，正因为她是武则天的孙女，才会突然去世，也是因为武则天而去世。在公元690年，武则天登基为帝，她也是经历千辛万苦才能够成为一代女皇。当她成为皇帝之后，就不能以男人或者女人的身份去看待她。在封建社会，皇权至高无上，特别就是唐朝那个时期，更甚至说又是女人成为皇帝。在当时，反对武则天的势力还是很大，并且呢，时不时还有人议论武则天。那作为皇帝来讲，特别是作为一个女皇帝，她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去议论她的。如果被她得知了，他一定会进行处罚。到了公元701年，唐中宗李显的儿子，还有他的女婿，也就是永泰公主的丈夫，他们一起议论武则天的私事。后来被武则天得知，就下令杖杀，永泰公主就受到惊吓，难产而死。他们就安葬在洛阳。后面李显继承皇位之后，就把这个女儿追赠为永泰公主。同时呢，在乾陵附近重新修建陵墓，以便安葬，把它从洛阳迁移到乾陵附近来，成为武则天和李治的一座陪葬墓，并且呢是号墓为陵，成为中国古代史仅有一个号墓为陵的公主。什么是号墓为陵呢？它是唐代皇室一种极为特殊的丧葬制度，始于唐中宗时期，也是结束于他时期。号墓为陵有2层含义，一种呢是指陵不称墓，在封建社会只有皇帝的墓才能称之为陵。第二呢是指墓葬和随葬比以皇帝的等级安排，说的通俗一点，在生前没有当过皇帝，在死后呢他的丧葬制度按照皇帝的品级来。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号墓为陵呢？主要是李显呢从当时的政治原因考虑，因为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，对李唐宗室呢展开了很大的迫害，甚至说杀害。那么李显登上皇位之后，他肯定要为李家平反，要提高李家人的政治地位。于是呢，他就借用迁墓的事情为他们家人平反昭雪。你像懿德太子、永泰公主，都是因为议论武则天而被杀或者被吓死。那么给他们平反，相当于就
打压了武士集团。号墓为陵呢，这个制度呢非常短呢，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2座墓是按照此种制度修建的。我们今天是看永泰公主，看完这一座呢，再去看懿德太子。像下面那个巨大的封土堆，就是永泰公主的墓中所在地，地宫也是在里面。这个地宫呢是开放的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精美的壁画。现在我们去里面看一看，已经来到里面了。现在这里呢也可以称之为乾陵博物馆，整个乾陵的一些介绍以及出土的文物都在这里有所展示啊。等一下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分，我们先去地宫里面看一看。又看到华表了，这个在唐朝的陵墓基本上是标配，是从乾陵开始的。这一座陵墓呢，现在是剩下封土1座，华表、狮子各1对，翁仲2对，阙楼1座。这个就是石翁仲石人了，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双手也是撑着一把宝剑的。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了，在唐建陵之前，唐朝的这些陵墓，只要是有石人的，都是撑着宝剑，都是武将。到了唐建陵开始，才是分为文武。在我正前方就是地宫所在地，封土也是在那里。而旁边这里有一座小的封土，这个就是阙楼遗址。在唐朝陵墓前面基本上都会有阙楼的，从这里进去就相当于进入到陵区最核心的地方。当时这一块应该还是有院墙，只不过经历1300多年已经没有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地宫里面看一看。这个就是永泰公主的地宫所在地。地宫里面呢是有1条墓道、5个过洞、6个天井、8个便房、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组成，规模还是挺大的。永泰公主墓，地宫的入口就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墓道了，它是由南向北呈18度的坡形，墓道长23.35米，整个墓道是用红褐色夯土夯筑，就是我们脚下踩的这些泥土啊，并不是简单的泥土，也是经过加工的。在这个地宫里面，比较大的看点就是这些壁画。你像在这个墓道也有，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一条青龙，东青龙。经常我们看唐朝的陵墓有4座城门，我们会说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。而在墓道里面呢，它连壁画都是这么展示的。你看，现在西边这个就是白虎，等于是把4大神兽都搬进地宫里面来了。唐朝的陵墓，你像武则天的、李世民的没有开放，那么经过这些开放陵墓里面的构造，特别是墓道的壁画展示，我们可以猜想得知，李世民的陵墓或者武则天的陵墓，它墓道应该也有壁画，很有可能呢也有东青龙、西白虎的存在。沿着这个墓道往前行，又能看到一些壁画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壁画呢是复制的，原本的壁画已经弄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存下来了。那么这个壁画在唐朝是怎么刻画上去的呢？主要是先把这个墙壁弄平，然后用草泥这些混合铺在这个墙壁上面，等干燥之后在上面弄一层白灰，最后在上面刻画，整个壁画就这么形成了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壁画呢，是叫做阙楼，在宫殿陵墓都有的，最高等级是3出阙啊。你像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复制的那个阙楼，都是按照唐朝陵墓这些壁画来建造的。在阙楼下面隐隐约约还有几个人，感觉是公主的跟随人员或者是仪仗队等等，就相当于这个公主要出门出城门，有人跟随。由于这些是复制品时间太久远，有点潮湿，整个上面的画面可能隐隐约约就消失了。继续沿着墓道往前走，就能够看到很多小的房间，在这里呢称呼为便房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小耳室，主要是放置当时一些随葬品、陪葬品。这是西边的第1个天井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唐三彩。唐朝的墓葬里面会存在很多唐三彩，这个也代表着唐朝初年那个工艺水平。继续往前走就是过洞和天井，每2个过洞之间就是1个天井，总共是6个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天井能够从里面看到外面，或者外面看到里面。而在当时修建陵墓的时候，肯定是
不行的，它应该是封闭的。这个也是等级的体现，天井越多，这座陵墓的等级越高。像这个过洞上面也雕刻了一些壁画，算是花朵这一类的。我们现在去哪个墓都能够知道墓主人的身份，那么当时是怎么确定这个就是永泰公主的呢？是靠这2件东西，叫做墓志铭，一个盖一个底。盖呢上面写的是主人的身份，大唐故永泰公主，志铭就确定了这是永泰公主的。然后另外一块上面呢是有很多小字，记载了永泰公主的一生，什么时候出生的，做了什么事情，嫁给了谁，什么原因去世的，在这里都有介绍。大概是从唐朝开始，墓里面呢基本上有石刻的墓志铭，就能够很好的确定主人的身份。像李世民的陪葬墓达到190多座，能够确定身份的基本上就是靠墓前的墓碑以及墓志铭。那有一些呢没有，就不知道主人的身份了。在这个墓志铭出土之前，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呢有多种说法，一直是一个谜底。一种说法呢是说她被武则天毒死，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和懿德太子以及她的丈夫一起被武则天下令杖杀。到了上个世纪60年，在这个墓中发现了墓志铭，经过考证得出呢永泰公主是难产去世，因为她怀孕年龄比较小，并不是被武则天下令杖杀。看过了墓志铭，继续往前走，就来到了甬道。再往前一点呢是前后墓室，现在站在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分界线。我们刚刚走的墓道在以前是实的，就是堆满了泥土，从甬道开始，这个地宫里面才算是空的。在墙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洞穴，这就是当年盗墓贼留下的盗洞。这个洞穴离地表大概是15米。在上个世纪专家发掘这座地宫的时候，发现这个盗洞下面呢有一具尸骨，并且呢有一把斧头。后面经过考证研究发现，这应该就是盗墓贼以及他留下来的工具。说的通俗一点，当时盗墓贼在这个地方准备爬上去的时候，被上面的人可能砍断了绳子，那么这个盗墓贼就永远的留在了这个地宫里面。因为离地表10几米，你没有工具是爬不上去的。那可能就是当时他把里面的物品通过绳索运送上去了，上面和他一起的盗墓贼就想独吞，从而把绳子砍下来。那这个盗墓贼最后呢就死在这个地宫里面。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也可以看到，一些盗墓贼为了独吞这些陪葬品，也会采取这种手段。后面经过专家考证发现，这个工具以及尸骨离现在可能800年到1000年，也就是说盗墓贼很有可能是唐朝末年战乱的时候，或者是北宋时期盗掘了这一座陵墓。这个盗洞打的位置是非常精准的，刚好是在甬道里面，如果是在墓道上面就完全行不通。从而有人在怀疑，这一伙盗墓贼是不是守陵人的后代，或者是有这个图纸。再往前走，就来到了地宫的核心区，前室以及后室。一般我们都说陵墓是遵循前朝后秦的局面，那么作为皇帝要上朝，而作为公主呢，她不用，她这边呢是生活娱乐的地方，相当于是客厅，这一块就是如此。天圆地方，上面是圆的，下面是方的。在这个前室的四周有很多壁画，这个是国宝中的国宝，也是禁止出国展览的。我们来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壁画。这个是叫做宫女图，上面是有9个人，这9个人是依次排列，特别是最前面那一个人，有一种说法她就是永泰公主，后面是她伺候的宫女。另外一种说法是这9个人都是宫女，第一个人是领班。这是另外一组宫女图，跟刚才看的一样，最前方都有一个人，所以2幅图都有一个领头人，猜想她就是领班宫女。从而可以说2列宫女均是头梳高髻、手挽披巾的宫女率领，其后的宫女有的端盘，有的捧方盒，有的拿蜡烛，有的支弹扇，有的吃如意等等，非常精美。我们来仔细看一看第一幅宫女图。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中间有一位少女她是手捧高足杯，就像我们现在的酒杯一样，她拿着
就证明唐朝时期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生活状态了。这位少女呢是身材苗条，头梳高罗髻，上身呢身穿淡绿色窄袖短芦衫，淡绿色的披巾绕过两肩，垂在袒露的胸前，绿色长裙，神采照人。在她前面呢是一个背向外的宫女，内穿白色窄袖短衫，外穿红半臂，头呢微微抬起，似乎回首在与人交谈。这个形象还有背影啊都比较生动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我们说唐朝比较开放，唐朝以胖为美，在这里呢都体现的比较清楚。你看这些宫女的身穿，基本上在唐朝才能看到，你如果是在北宋开始，女子不可能是这样穿着的，基本上都包扎的严严实实。还有一点呢，以胖为美，在这里啊基本上除了中间那个少女，其他的人脸呢都稍微偏胖一点点，或者我们说的微胖。这两幅宫女图是唐代绘画中杰出的作品，从而才算是国宝中的国宝，国家一级文物。在这个宫女图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，就是最后一个人，第一眼望去，最后一个人仿佛就是一个男子，其实不是啊。我们看他脚下穿的鞋子，就仍然能够证明她是一名女子，只不过她穿的服装并不是传统的服装，是当时胡人穿的衣服，我们称之为胡服。在唐朝，自从李世民把突厥灭掉之后，这个文化交流是比较多的。在当时朝廷有些大将还是胡人，唐朝那个时期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，那么女子穿胡服也就不例外了，包括一些皇室公主宫女很有可能都会穿男装出行。在宫廷宴会表演可能还有胡人表演。大家发现没有，就地宫里面这仅仅是两幅壁画，就代表了很多东西，能够看出唐朝的一些习惯，这也是文化的体现。这是一道石门，在唐朝有这种记载说法，帝王地宫里面是5道石门，然后王公大臣可能是3道石门，也是根据身份等级来确定的。大家看起来这个是黑色石头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叫做蓝田墨玉。在最左侧那里有一个裂缝，这就是当年盗墓贼把那里砸开，通过那里进去的。为什么不从石门进去呢？2个因素，一个可能石门后面有顶的，有顶门石，另外一点呢，盗墓贼怕里面有机关，从而他们从顶部弄破了这样进去，盗墓贼可能觉得这样保险一点点。过了石门，这个就是后甬道了，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最核心的地方，棺椁所在地，这里也叫做后室。这一块离地表的距离大概是17米，还是挺深的。我们现在看到了，这个就是棺椁，同样也是蓝田墨玉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个缝隙，这就是当年盗墓贼把这个棺椁打开，去里面把随葬品拿走了。那么这个棺椁呢，也是非常巨大的，它是五殿顶形式，这个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等级最高的。我们经常说五殿顶，那等于是把棺椁弄成房子的模样，生前住的什么房子，他死后同样要住什么房子。在上个世纪考古发掘的时候，这个棺椁内发现2只尸骨，一男一女，应该是永泰公主夫妻2人，他们是去世于洛阳，最开始也是安葬于洛阳，后面把它迁回来了。这具棺椁是五殿顶形式的，那么相当于是一座房子，有房就必须有门有窗，在这个棺椁的外壁都有清晰的刻画。这具石椁非常巨大，长度达到 3.62 米，高度差不多2米，重达几十吨。整个这个棺椁并不是一块石头刻画而成，而是由34块石板组合而成，我们俗称的榫卯结构。顶部的盖子是由5块石板组合而成。在这个棺椁的墙壁上面有门有窗有人物，各种花鸟瑞兽，特别是有一对鸳鸯，意思展示他们夫妻2个人感情很好。这个是博物馆里面复制的一具石椁，在这个内部墙壁上面也能看到很多刻画。
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，人、动物等等。这个后室面积不算太大，大概20来平米，也是田园地方。上面呢是穹隆顶，特别是上面应该是有星河、日月星辰等等，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关系，很多已经看不见了。永泰公主墓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。从公元685年出生，去世于公元701年，他总共是活了17岁，也是英年早逝。尽管说他的陵墓修建的富丽堂皇，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仅有的一个好墓为陵的公主，不过她的一生也算是一个悲剧。很早就嫁人了，而且很有可能是政治婚姻，因为她嫁给了武家，而最后呢，她的老公被杖杀，她自己呢也受到惊吓而难产去世。所以说，生在帝王家，特别是生在武则天那个时代，什么后果都有可能，什么后果都说不定。这座墓呢，到现在已经1300多年的历史了，在历史上应该也是被盗过很多次。不过呢，最后我们在上个世纪发掘的时候，还是出土了一些文物的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